接下来我们就来举一个例题来说明，对于这样一个电压型信号处理电路来说，我们求它的输入电阻和输出电阻。首先，我们求输入电阻的时候，假设输出端是开路的，这个地方什么都没接，那好吧，我们用加压求流的方法，在输入端加一个电压源，电压值是 UI， 求出 UI 和 I 的关系来。那这个问题并不复杂，因为在这儿做一个 KCL 的话，我们就知道往下流的电流是101I。于是呢，就是515K 乘以 I。于是呢 ，Ri 就等于 UI 比上 I 等于515K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来求它的输出电阻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需要把输入端的电源至零，也就是说这个地方被短路，然后呢，我们在输出端用加压求流，加了一个电压源是 UO， 假设从这儿流进来的是 I1， 我们需要求 UO 和 I1 的关系。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地方的电流是 UO 比上 5K， 我们也知道这个地方的电流是 UO 比上 10K， 因此呢，我们就知道 I 是等于负的 UO 比上 10K 的。接下来我们在这里用一下 KCL， 那就是101I 加上 I1 等于 UO 比上 5K。 由于 I 是等于这个的，我们把它带进来，就能够写得出来 I1 是等于 5K 分之 UO 再加上 10K 分之101 UO。 我们把它做一个近似的简化，认为它是 5K 分之50。这样的话呢，就可以近似的认为是 5K 分之51 UO。 于是呢 RO 就等于 UO 比 I1 等于 5K 比上51，再近似的大概能够等于100欧。那么这个输入电 515K， 输出电阻100欧，是否分别足够大和足够小呢？我想是的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如果说我们把它当成是一个信号处理电路的话，这是信号输入端，这是信号的输出端，而且假设电路上存在着很多个这样信号处理电路的级联。级联这个概念我们在二端口的时候给大家介绍过，那你就可以看到，如果每一个端的输入都是 515K， 每一个端的输出都是100欧的话，那么从这一点来看，这个分别往左和往右的电路把它画在一起，就是对于100欧和 515K 来讲，它足够大，它足够小，从而使得电压型的信号能够不断的损失比较小的传递下去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讨论另外一个问题，也就是说，对应于这样一个电压型信号处理电路，如果说它的末端接了一个负载电阻，而且这个负载电阻还非常小，比如说只有5欧大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它的输入电阻会怎样呢？我们知道 5K 和5欧的并联几乎就相当于把 5K 消灭了，也就是说对外等效成一个5欧。那么刚才的这个推导几乎可以不变的来照搬，那也就是说
输入端加一个电压源以后，我们说 Ui 是等于10K 乘以 I 再加上5乘以101i。那么这样呢，它就几乎近似的等于10KI 了。于是这个时候的 Ri 当然比刚才小，是 Ui 比上 I 等于10K， 比刚才的515K 小了很多。但是基于我们刚才的讨论，如果说这样一个电路是接在这儿的5欧，那么从这儿往右看依然是一个10K。那么如果说从这儿往左看依然是一个100欧的话，就是把这儿从515K 变成了10K， 相对于100欧来讲还是比较大的。所以这就印证了我们此前那页讲的内容，在讨论一个电压型信号处理电路输入电阻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们是需要考虑实际的负载电阻，有的时候是不需要的。那什么时候需要，什么时候不需要呢？那也就是说，如果这个电压型信号处理电路它考虑了负载电阻以后，输入电阻依然比较大的情况下，那考不考虑它也都无所谓了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做更一般的讨论。对于实际的电压型信号来讲呢，那么它有很多方面需要考虑。首先，我们可能需要一个输入极，也就是说，把微弱的电压信号能够完整的采下来，不失真的传输到下一极。那么其次呢，我们可能需要有一个放大极，把这个微小的信号放大。第三，我们可能需要有一个驱动极，把这个信号呢能够驱动给负载使用。这3级信号处理电路所具备的功能是不一样的。那么类似的，每一级我们都有它的输入电阻。对于这个电路来讲，分别是1、2和3。类似的，每一级也都有它的输出电阻。那么我们假设对于中间的任何一个 dk 级来想，可以画出 dk 级的戴维南等效电路是这样的：前面有个 usk， 然后有 dk 级的输出电阻 ROK， 下面接了 dk 加1级的 RIK 加1。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分压器电路来讲，如果要想使得电压信号能够比较无损的传输下去的话，就需要每一级的输入电阻比较大，就需要每一级的输出电阻比较小。讨论完了电压型信号处理电路之后，我们也可以类似的来讨论在多级电流型信号处理电路里面，假设现在是 dk 级，在这种情况下，类似的我们就需要每一级的入端电导尽量的大，每一级的输出的电导尽量的小，这样才能够使得电流型的信号能够尽量无损的向右进行传输。